长辈补充维生素 D 可能会导致失智症风险增加，这是真的吗？什么是活性跟非活性的维生素 D 呢？要如何评估是否需要补充维生素 D 呢？又应该补充多少剂量呢？维生素 D 真的有这么神吗？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 Dr. Lin。前一阵子关于维生素 D 的大新闻就是有研究指出，长辈补充维生素 D 可能会导致失智症风险增加。许多朋友在得知这个新闻之后，立刻来询问我的看法。今天影片我就要跟大家说明维生素 D 的生理机转与作用，让你一次搞清楚。分子有两种，活性跟非活性。维生素 D 分两大类，一种是活性药品级的维生素 D，calcitriol， 需要医师开立处方；另一种呢，则是非活性的食品级植物性来源维生素 D2， 麦角钙化醇与动物性来源的 D3， 胆钙化醇。最近这个阿兹海默症小鼠的失智症风险研究，用的就是活性药品级的维生素 D， 而非活性食品级的维生素 D。通常分子化学物分为活性跟非活性。活性的定义呢，就是身体可以直接拿去利用，不需要再多一道工就可以直接有效利用。非活性通常指的是前驱物，身体需要把它加工一下，把分子改变一下之后才会变成活性。其实从前驱物再经过转化作用这样子的机制，某种程度也是身体的一种保护机制。尤其若是活性物质在血液中浓度过高，可能会有害的时候，由于活性药品级的维生素 D 会直接作用在细胞上，过高会导致血钙上升，使用上必须要经过医师评估后开立处方用药。而一般大家吃的非活性食品级的维生素 D2 或者是 D3， 需要经过肝脏与肾脏两道的转化过程，才会变成活性的维生素 D。因此，如果你把活性维生素 D， 也就是医师的处方用药当补药一直吃，而且没有在医师的指导跟检验监控之下，当然会出事。因为活性维生素 D 通常是在有骨松且发生过骨折、洗肾透析患者、副甲状腺功能异常、严重低血钙的状况下才会开立这个处方。而且最近这个失智研究当中，它用的就是活性维生素 D， 并且是长期使用。但这样的状况并不太会发生在一般人身上与实际的临床治疗上，因为有经验的医师都知道，它应该是短中期的用药，而且必须要密切监控它的血液中浓度和血钙。在日常保养或非严重疾病的营养治疗的时候，你要吃的是非活性的维生素 D， 也就是前驱物。但是，一样是建议要检验血液中的25OHD 的浓度才安全，也才会知道你的剂量是否足够，或是血液中浓度已经过高了，或者是你的血钙是不是已经过高了，不适合再补充了。目前台湾地区的维生素 D 成人参考剂量为每日摄取800到2000 IU， 那美国建议的成人剂量范围则是600到800 IU。但是要注意的是，以上只是用来参考的每日建议摄取量哦，并不是你个人实际需要的量。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疾病史跟生理状况都不一样。我的建议是，如果吃低剂量维生素 D， 例如2000 IU 以下，那不检验也就还好，因为这样的剂量效果可能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血液中的浓度可能不会太高，因为我的经验值是2000 IU 以下，通常检验出来还是会偏低，或是没有达到最佳理想值的范围。第二，检验是个人化自然医学治疗的基础。我一再强调的精准自然医学，就是要以检验数据和临床症状作为营养制剂精准调整的依据。你没有检验的话，就等于是在瞎子摸象，光凭医师的感觉和患者的口述状况来治疗，通常效果都不会很好。研究指出，血液中的25OH 维生素 D 浓度的最佳建议值为50到70 nanogram per ml， 而我要强调的是，重点是在于血液中浓度，而非你吃了多少剂量。因为你可能吃了5000 IU 的剂量，但是由于身体功能差，像是肠胃吸收、肝脏功能不佳，导致这个转换维生素 D 的效率差。或者是你制造过程中使用的维生素 D 剂型不佳，或是有其他没有被找出来的原因，而导致血液中的浓度还是高不起来。我遇过一位美西的患者，他每天吃10000单位的维生素 D3， 他傻傻吃了1年了，结果血液中浓度已经是超过100 nanogram per ml， 而且血钙过高，他也不自知，直到我请他去做检验之后，他才发现。同时，我有遇过一个亚裔个案，每天吃10000单位，结果血钙浓度还是偏低。我也有遇过有人补充800 IU 的维生素 D， 吃了半年，
那指数呢，从30 nanogram per ml 上升到36，那不但还没有到最佳建议值，而且就只有进步6个单位，上升速度非常的缓慢。总之，检验才是个人化自然医学治疗与健康管理的基础，数据是你的导航机。这样法则呢，不应该只是用在维生素 D 身上，而是应该也用在你跟医师讨论出来的整体治疗策略。第三，天下没有单一的神药。从新冠疫情后，维生素 D 已经变成大家朗朗上口的维生素了，听起来好神啊！在美国，过去我的确在临床上常使用高剂量维生素 D 来治疗，尤其在免疫疾病上，并连同其他的治疗方案一起搭配，的确也获得了不错的效果。注意听哦，我刚刚说的是连同其他的治疗方案一起搭配，并不是只用单一的高剂量维生素 D。其实维生素 D 也不是什么神药，因为天下没有用单一药物就可以治愈慢性病的神药，有的话都是用暂时抑制性的机制，效果仅是昙花一现，或者是症状会反复起起伏伏。在过去，类固醇跟抗生素都被当成神药在用，但它们都是用于处理急症。而在现代，人类的慢性疾病通常是多重因子 （multi-factors） 所造成的多系统问题。Multi-system chronic diseases， 我要把每一个身体系统的功能都修复好，并且找出致病因素或者是干扰源，维持良好的生活作息与健康饮食内容。我在临床上的观察是，这样的方式才是神药。我有许多免疫系统有问题的患者，像是过敏、气喘、荨麻疹、自体免疫、子宫内膜异位，像这些问题，除了维生素 D 之外，同时再搭配处理其他系统，像是肠胃道系统、肝脏代谢系统，并且把免疫干扰源找出来后排除，身体的状况都会因此而大幅好转。我在这里并不是要特别帮维生素 D 说话，而是想要传达重要的精准自然医学治疗3大观念：一、分子有2种，活性和非活性；2、检验是个人化精准自然医学治疗的基础；3、天下没有单一的神药。所以希望粉丝们别再问我维生素 D 剂量到底要吃多少，因为其实这一般的建议剂量大家上网都可以查得到，但是每个人状况真的都不一样。找熟悉营养治疗且有耐心的医师检验评估，这样才会省钱、安全又有效。所以我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治愈，而不是一时的跟风。为了补充维生素 D 而补充，建议大家在狂热的自行补充某个高剂量营养素之前，还是要回归到找出你的整体治疗策略是什么才对。除非你的预算无上限。之前健康聊医师有一集在教大家要如何晒太阳和吃哪些食物可以补充到维生素 D， 那连结我们会放在下方资讯栏。如果你觉得我影片很实用，也欢迎将这部影片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们哦，也别忘了订阅、按赞跟分享哦。健康聊天室，我们下次见。